这个印度女总理一个命令让1000万男人被强制绝育，一个决定让上百万人被关进监狱。这就是曾经发生在印度的真实炸裂事件，甚至一度成为近半个世纪印度男人们心中的敏感话题。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究竟为何要这么做？故事还要从1929年讲起。在印度安纳德巴万庄园，小女孩英迪拉在家族政治的阴影下长大。她的父亲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尼赫鲁。在这座庄园里，孩子们嬉笑地玩着捉迷藏，而英迪拉却走着那个被忽视的角色。她被长辈无视，被同龄人嘲笑。当她见到母亲被姑姑软禁在房间里，理由是她患有肺结核，姑姑认为她是个散播病菌的瘟疫源。英迪拉大骂姑姑是巫婆，姑姑反击道：“你和你母亲一样又丑又笨，甚至她看起来都不像是这个家族的人。”这些刺痛的话语在英迪拉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坚韧的种子。英迪拉找到父亲，要求把姑姑赶出房子，然而父亲无奈地安抚她：“这房子是你爷爷的，只有他能决定。”英迪拉又找到祖父诉苦，希望他能将姑姑赶出家门。老人没有直接回应，而是讲述了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英德拉普拉斯塔，祖父温和地说，那是古代印度史诗中神明因陀罗的住处，是王权之争的中心。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小英迪拉，权力就是统治力量，最伟大的统治者是能够克服巨大障碍的人，是打赢伟大战争而非微不足道战斗的人。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了年幼英迪拉的心中，成为了他一生的指引。成年后的英迪拉嫁给了费罗兹，但这段婚姻充满了争吵与矛盾。她频繁往返于首都德里和家族庄园之间，吃着父亲的政治事业。丈夫对此颇有怨言。在一次争吵中，她悲伤地指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把我当作你的丈夫，这段婚姻只是你用来报复家族的借口，因为他们对你母亲的态度。”英迪拉对家族和政治的分裂忠诚，埋下了自早期婚姻失败的种子。但这种分裂让她在政治世界中迅速成长。1947年，印度终于获得独立，英迪拉的父亲尼赫鲁成为印度第一任总理。1962年战争期间，英迪拉展现出了与父亲迥异的领导风格。当尼赫鲁考虑放弃阿萨姆邦时，英迪拉公开反对，前往前线阻止民众逃离。他坚定的声音给予了惊恐的民众希望。这一次大战行动成功了，阿萨姆得以保全，英迪拉的名声因此大振。外国记者称赞他的勇气，而他的父亲则流露出复杂的情感。मैं मना करता रह गया, फिर भी तुम असम चली गई। केरला में भी मेरी एक भी बात नहीं सुनी। एक्सट्रीमिस्ट के साथ मिलकर वहां की सरकार गिरवा दी। I worry for you. I'm inspired by you. Inspired by me. पहले तो तुम मुझसे सीखा करती थी, मगर अब सिखाना चाहती हो。这段对话揭示了父女之间微妙的权力转移，预示着英迪拉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1964年，尼赫鲁去世，印度政坛陷入短暂混乱，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继任总理，但不久后与巴基斯坦签署和平协议后神秘死亡。在党内高层的权衡下，英迪拉被推举为总理候选人。许多人认为他性格温和，容易被操控。1966年，英迪拉宣誓就任印度总理。मैं इंदिरा गांधी ईश्वर की शपथ लेती हूँ कि विधि द्वारा स्थापित भारत के संविधान के प्रति सच्ची श्रद्धा और निष्ठा रखें。成为印度第一位女总理，她的声音在议会大厅清晰回荡，但背后的嘲笑声同样清晰可闻。那个哑巴小女孩玷污了她父亲的名声，篡夺了他的位子。她不是真正的总理，这是政治王朝。记住我的话，她甚至撑不过2个月。许多党内资深成员轻视她，认为她只是个容易被操控的傀儡。一位党内领导人甚至毫不掩饰地说：“目前我们只需要一个脸面作为我们政党的代表，在其背后我们可以运行政府。”但他们低估了英迪拉的决心和智慧。从那一刻起，这位被轻视的哑巴小女孩决心向所有人证明，她不是任何人的傀儡，而是印度未来的铁腕领导者。1971年春天，南亚地区迎来了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东巴基斯坦爆发暴力冲突，巴基斯坦军队对平民实施大规模屠杀，逾1000万难民逃往印度。印度政府面临巨大压力，英迪拉开始寻求国际支持，同时考虑直接军事干预。英迪拉首次尝试外交手段，他前往巴黎，试图说服法国领导人支持印度的立场。初次会面中，法国领导人拒绝了他的请求。Le Premier ministre, je crois savoir où vous voulez en venir, mais s'il vous plaît, comprenez ma situation. La France est membre de l'OTAN. Si les États-Unis veulent la guerre contre l'Inde, la France ne sera pas en mesure de vous aider. 面对拒绝，英迪拉没有退缩。在晚宴上，他机智地要求服务员包装一小块蛋糕，事后带回印度。当法国领导人惊讶地询问这么小的一块蛋糕有何用意时，
英迪拉微笑回应：“我会告诉我的国民，在这个危机时刻，法国送来的这块蛋糕作为我们友谊的象征。这种巧妙的外交压力最终让法国领导人松口。如果巴基斯坦是发动与印度战争的一方，法国将保持中立。这是英迪拉外交才能的第一次亮相。然而，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面，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尼克松让他在白宫等了一整天才见面，随后公然羞辱他。当谈到美国可能支持巴基斯坦时，尼克松傲慢地说：“我相信你可能误以为印度在对抗巴基斯坦的战争中获胜，但这样的行为不像披上沙粒那么简单。”他详细地列举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包括数百万士兵、数千架飞机、数百辆坦克和上百万支机枪，威胁说，如果印度对巴基斯坦开战，将面对美国军队的全部力量。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英迪拉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机智。他直视尼克松的眼睛，平静而锋利的回应。首先，对于一个连早上几个小时都无法保持衬衫整齐的男人来说，不应该觉得披沙粒很容易。他就像你与苏联的关系一样复杂，但窍门在于他不听话时把他别住。接着，他巧妙地提到了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挫折。It is 10 times smaller than India. They do not have tanks, submarines, machine guns, or even aircrafts. But they're crushing your army on their motherland. What is helping them? Their guts. You have weaponry. We have courage. That's all it takes. 这番言辞震惊了尼克松，一个女性领导人竟然如此直接地挑战美国总统。英德拉明确表示，她不会屈服任何压力，印度将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1971年12月3日，巴基斯坦先发制人，对印度发动突然空袭，妄图摧毁印度空军基地。英迪拉早已料到这种可能性，印度军队做好了充分准备。空袭发生后，他立刻授权印度军队全面反击。尼克松闻言勃然大怒，威胁英迪拉，如果不重新考虑你的决定，舰队将在13天内抵达。There is nothing to think, Mr. President. In fact, Indian defense will be waiting to welcome your troops. अगले 13 दिनों में अमेरिकन नेवी शिप ईस्ट पाकिस्तान पहुंच जाएगी। मुझे सिर्फ 12.5 दिन चाहिए मैडम। 12.5? क्योंकि आज दोपहर के 12 बज चुके हैं। मैं और मेरी फौज 12.5 दिनों में आपको ईस्ट पाकिस्तान प्रेजेंट कर देंगे。这场战争成为英迪拉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印度军队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技能作战，迅速占领战略要地。当美国企业号航母赶到现场时，印度士兵已经在岸边等待，不是作战，而是用花环欢迎他们。战争已经结束了，巴基斯坦军队在达卡投降，东巴基斯坦获得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胜利的消息传遍印度全国，人们在街头庆祝，高呼英迪拉的名字。人们开始称她为印度之母，歌颂她的诞生、养育和毁灭的女神。反对派不得不承认，英迪拉的强硬立场和坚定领导为印度赢得了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她不再是那个被质疑能力的哑巴小女孩，而是一位强大的领导者，印度人民的保护神。India is Indira. Indira is India. 然而，在胜利的喧嚣中，英迪拉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困惑的决定。1972年，他与巴基斯坦总统签署了西姆拉协议，归还战俘和占领地区。批评者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一位评论员尖锐地指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在这样一次历史性胜利之后，他本可以收回备战克什米尔，但他在布托面前变得软弱。西姆拉协议对印度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失败，但这一决定也反映了英迪拉的务实主义。他似乎明白，真正的政治成功不仅在于赢得战争，还在于建立持久和平。不过，这种复杂的外交计算在喧闹的政治舞台上往往不被理解，而这也为未来的政治风暴埋下了种子。战争的胜利为英迪拉赢得了巨大声望，但国内的问题很快开始累积。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导致印度通货膨胀飙升，经济困难加剧。同时，反对派对英迪拉政府的贪污指控越来越强烈。1974年，印度爆发全国性铁路工人罢工，由工会领袖领导。工人们高喊：“这列公交车将不会运行，直到我们拿到工资。这列火车正在碾压我们工人的权利，我们宁愿进监狱，也不为铁路工作。”全国交通陷入瘫痪，英迪拉政府面临严峻挑战。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英迪拉下令进行了印度第一次核试验，代号“微笑的佛陀”。
这次决定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在那提升的国内民族自豪感，但经济和政治危机正在持续。反对派领袖杰布拉卡什纳拉扬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运动，要求政治改革。随着民众不满情绪高涨，英迪拉面临了更大的危机。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审理了他关于1971年选举中的违规指控，法院最终裁定英迪拉在选举中存在违规行为，宣布他的胜利无效，并禁止他6年内参选。这对一国总理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耻辱。英迪拉被迫出庭为自己辩护，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当被问及复杂的法律问题时，他声称这是用复杂的法律语言写的，我看不懂。लीगल लैंग्वेज आपको समझ में नहीं आ रही। 这一回应引来对方律师的讥讽，这场法律危机让英迪拉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反对派要求他立即辞职，党内高层也开始商议更换领导人。在这个危机时刻，英迪拉的儿子桑杰甘地坚定支持母亲保住权力。This is political murder, Mama. सच है, मेरे खिलाफ बहुत बड़ी साजिश हुई है。当看到被迫退位的英迪拉独自面对印度内阁的嘲讽时，愤怒的桑杰冲了出来。他大声指责内阁元老们的不公，想要为英迪拉夺回属于他的权利。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除了桑杰，内阁中并无一人与他站在同一战线上。这一刻，英迪拉感到无比的可笑。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他曾和全世界战斗，为他们换取和平。可如今的这一切却变成了刺向他的一把利剑。与此同时，反对派却开始大肆庆祝自己的胜利，欢呼喜悦声落入英迪拉的耳朵，显得尤为讽刺。如果命运偏偏对自己不公，不如学会自己扭转乾坤。在真正的选举还未开始前，一切似乎还有回转的可能性。而他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和桑杰一起利用还存在的权力扼杀民主，使得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的实施标志着印度民主的黑暗时期。印度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监狱，反对派领导人被大批逮捕，媒体被严格审查，任何批评政府的声音都被迅速压制，公民自由被严重限制。警方深夜突袭反对派领导人家中，将他们拖出并关押，等待他们的都是狱中无尽的鞭打与折磨。他的儿子桑杰尽管没有官方职位，却获得了巨大权力，成为紧急状态期间的灰色实权人物。桑杰推行了一系列有争议的政策，包括德里的城市美化计划和全国性的强制绝育计划。ये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इस सब झुग्गी वालों ने सरकारी रोड पर कब्जा बना के रखा है। ट्रैफिक से निकलना मुश्किल है। This place stinks like shit. ये दिल्ली है, इंडिया की कैपिटल। इसे लंदन या मैनहट्टन की तरह चमकना चाहिए, not like this. Let's beautify Delhi. 桑杰冷酷地下令推土机开进贫民窟，不顾居民的哭喊和抗议。在混乱中，一个名叫阿肖克的小男孩被推土机压死，他的母亲绝望地抱着儿子的尸体哭喊。 संजय जी, विस्थापितों के लिए राजेंद्र नगर में जो हमने 10,000 मकान बनाए थे, वो कम पड़ रहे हैं। क्यों? सर, वहाँ हजारों नहीं, लाखों लोग रह रहे थे। चर्चिल ने ठीक ही कहा था, ब्लडी इंडियंस ब्रीड लाइक रैबिट्स। अब सरकार इसमें कर भी क्या सकती है? पकड़ के नसबंदी थोड़ी ना कराए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大胆的想法从桑杰拉脑中冒出，与其让这些数量繁多的穷人存活于世，拉低印度整体的生活质量，倒不如直接从根源解决问题，减缓印度的生育。在桑杰的支持下，男性的切除手术很快被提上日程。这一提议自然遭到了全印度男性的抵制，数百万男同胞纷纷游行抗议。而桑杰也料到这一幕，于是他提出惩罚模式，对于自愿切除的人发放奖励，而不愿的人则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关于男性的这场器官屠杀正式拉开帷幕。为了尽快解决这场生育问题，印度军方全体出动，将不愿服从的男性拖上手术台，就连未成年的男孩都难逃一劫。一时间，嘶吼声夹杂着痛苦的哀嚎声响着整个印度。由于这场手术规模太大，传统意义的切除手术将会耗量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于是，在桑杰的提议下，部分无麻药可用的地区直接改为一刀切。而这一不断的操作造成了不少男性的死亡。面对桑杰的指挥与命令，英迪拉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此次全面大阉割的进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中，800万男性同胞被送上绝育台。关于迪拉的反对声已愈演愈烈，他的老朋友普普尔警告他इंदु तुमने 11 लाख से ज्यादा लोगों को जेलों में डाल दिया है। पूरा देश खौफ में है। अलग अलग अफवाहें उड़ रही हैं, कोई सच्ची तो कोई झूठी। सारे देश में तुम्हारे खिलाफ。英迪拉的内心挣扎越来越明显，
他开始频繁出现幻觉，看得清那种恐怖的自己。他问一个仆人那是谁， शीशे में तो आप ही दिख रही हैं। 这个场景象征的英迪拉开始面对自己的良知，他开始理解紧急状态对国家和自己带来的伤害。 लापरवाही से हजारों की मौत। मुझे ऐसा लगता है कि मैं भयानक क्रूर वहशी जानवर पे सवार हूं और अब अगर मैंने उतरने की कोशिश की वो मुझे खा जाएगा। 英迪拉在向一位亲密朋友坦言，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在一次偶然会面中给了他一个重要提示：当你能看穿奉承时，你应该开始寻找真相。这类内心挣扎和外部建议，最终促使英迪拉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1977年1月18日，他突然宣布解除紧急状态，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在2个月内举行全国大选。这一决定让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子桑杰，都感到惊讶。 इमरजेंसी हटानी है तो इलेक्शन क्यों अनाउंस कर रही हैं? इलेक्शंस हुए तो हार निश्चित है। हार हो या जीत, इसका फैसला तो सिर्फ जनता ही करेगी। 选举结果如桑杰所预测的那样，1977年3月，英迪拉和国大党遭遇了历史性的惨败，敌对党莫拉尔吉德赛成为新总理。英迪拉本人在选区也失去了席位，他的儿子桑杰在阿米蒂同样落选。权力的交替是彻底的，一个政治王朝似乎就此终结。 This was madness. पिछले 2 सालों में तुमने भी बहुत कुछ किया है, वो भी मैडनेस ही थी। वो मैडनेस होगी, but this was political suicide. 敌对党上台后，立刻对英迪拉展开报复。他被逮捕，并面临多项指控，包括在紧急状态期间滥用权力。警察来到他家中，出示逮捕令，将这位前总理带走。面对这一命运，英迪拉平静地说：“当警察载着他驶向监狱时，曾经唤过他名字的人群，现在对他投以谩骂和石头。曾经强大无比的英迪拉甘地，现在成为了一个等待审判的囚犯。他的政治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对于大多数政治人物来说， 这样的失败会标志着职业生涯的终结，但英迪拉甘地并非普通政治家，在政治低谷时期，他显示出非凡的韧性和适应能力。1978年12月，在监狱中度过数月后，英迪拉获释。出狱后，他面临着重建政治生涯的艰巨任务。他没有时间沉溺于自怜和懊悔，而是立即开始重新与民众建立联系。他创立了自己的政党国大党，与原国大党分道扬镳。旧案初期只有少数忠诚支持者，但他的决心丝毫不减。1978年的一天， 英迪拉得知比哈尔邦贝尔西村发生了一起针对低种姓村民的屠杀事件，他立即决定亲自前往。这个决定将成为他政治复兴的转折点。在他试图前往贝尔西时，政府官员拒绝他的车通过，说能有野象出没，这条路已经关闭。面对这一障碍，英迪拉没有放弃，相反，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骑象前往贝尔西。当他终于抵达贝尔西时，村民们聚集在他周围。这个村庄刚刚经历了一场悲剧，多名低种姓村民被杀害，幸存者满脸恐惧和悲痛。 饥饿和贫困在这里显而易见，也为孙父亲的伸出手。दो ही दिन से इंदिरा माई ने कछु खाइल नहीं। हाँ, पर रोटी कबाब ने हम थोड़ा कोई बचा के रखिलवा लावत है। 英迪拉没有带任何随行记者或者摄影师，这不是一次宣传活动。他缩在人群中，听村民们讲述他们的痛苦和挣扎。 当一位老妇人提供给他一小块面包，这可能是他仅有的食物。英迪拉深受感动。ये आधे में आपका कैसन हुई? ये आधा अगर ये मुन्ना खाएगा, तो मेरा पेट भी भर जाएगा। 他转向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轻声说道：“मैं आपके बेटों को वापस तो नहीं ला सकती, मगर आपका दुख और अपना प्यार बांट सकती हूँ। 这一刻触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英迪拉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总理，而是一个与普通人分享痛苦的同伴。一位长者站出来，声音情感而颤抖。इंदिरा गांधी, हमू ना तो के वोट देवल न इज्जत, अब फिर भी हमू खातिर इतना दूर आए, जेकर हम वोट देवल, वो तो हमार सुध न ली, पर कसम धरती मैया से आधी रोटी खाएंगे, इंदिरा को लाएंगे। 这句话像火花一样迅速在村民中传播。 我们宁愿挨饿，也要把英迪拉带回权力中心。他们高呼。这次贝尔西之行成为英迪拉政治复兴的转折点。没有华丽的演讲，没有夸大的承诺，只有一个简单的人性化举动。
骑象穿越危险地带，去见被社会遗忘的人们，彻底改变了公众对他的看法。这个故事很快传遍全国，过去的批评和指责开始被一种新的叙事所取代。英迪拉可能犯过错误，但他真正关心印度最贫困的人民。与此同时，掌权的党派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冲突，由于多个反对派政党联合组成的联盟开始分裂，总理与副总理之间的竞争关系公开化，最终副总理成为总理，但他的政府同样不稳定。1979年7月，查坦辛格总理宣布辞职，印度再次陷入政治不确定性，全国各地对英迪拉的支持开始高涨。他抓住这一机会，在全国各地展开竞选活动。他告诉聚集的人群，回应他的是热烈的欢呼。1980年1月，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在全国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这位曾经被视为政治生涯终结的女性，仅仅3年后就再次宣誓就任印度总理，完成了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政治复兴之一。她的声音在就职典礼上坚定有力。然而命运很快就给英迪拉带来了个人悲剧。1980年6月23日，他的小儿子桑吉在一次飞行表演中事故丧生。桑吉一直喜欢飞行，经常进行特技飞行表演。那天早上，他驾着一架小型飞机进行特技飞行训练，他进行了一系列危险的特技动作，但突然飞机失去控制开始下坠，最终机毁人亡。这个消息传到英迪拉那里，当所有人都期待他哭泣时，英迪拉却说：जब पापा का देहांत हुआ, मैं तब भी नहीं रोई। फिरोज चले गए, मैं तब भी नहीं रोई। मुझ पे बड़ी जिम्मेदारियां हैं। अपने ही बच्चे की चिता अपनी आंखों से जलते देखना। मेरी चिता की राख को गंगा में मत बहाना बुब्बू। मुझे नदियों की गहराइयों से डर लगता है। मेरी राख को हिमालय के पर्वतों पे पकड़ाना। मुझे पर्वत बहुत पसंद है。在第二次担任总理期间，英迪拉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旁遮普邦日益严重的分离主义运动，锡克教领袖及其追随者在几秒内随着武器挑战政府权威。印度北部各地爆发的暴力事件让英迪拉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果断行动。1984年6月，他下令实施蓝星行动，派出军队进入金庙清除武装分子。因为锡克教徒人数众多，其在政界和军界拥有不少的人脉，所以一向极端的锡克教教徒将悬赏10万美元暗杀英迪拉。而英迪拉似乎也早已料到自己的结局，但在他的心中却从未有过后悔，因为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热情与爱，所以即便以后死亡，他也相信自己身体中的每一滴血液都会滋养印度，让印度变得更加强大。देखिए मैडम, आपकी सिक्योरिटी में बहुत सिख हैं। ऑपरेशन ब्लू स्टार के बाद हम कोई भी चांस नहीं ले सकते, इसलिए मैं उन्हें आपकी सिक्योरिटी से हटा रहा हूं। धावन जी, अपनी सुरक्षा के लिए मैं सारे सिख समुदाय को 76 करोड़ भारतीयों से अलग नहीं कर सकती। 故事的最后，英迪拉不幸遭到锡克教徒的刺杀，而凶手正是为他站岗10年的侍卫。英迪拉倒在地上，身中31枪，血流如注。1984年10月31日上午，英迪拉甘地，印度的铁娘子，在56岁时离开了人世。她的骨灰正如生前所期盼的那样，被撒往了喜马拉雅的山脉。英迪拉甘地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既是民主的捍卫者，也曾是其最大的威胁。他既关心穷人，也实施了造成伤害的政策。他既强大又脆弱，又无情又富有同情心。他曾说过，印度是英迪拉，英迪拉是印度。这句话既表现了他的自信，也反映了他与国家命运甚至交织的现实。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英迪拉也是印度现代化的关键推动者，也是一个民主制度中权力集中所带来危险的警示。他创造了印度历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也导致了民主的最黑暗时刻。他解放了孟加拉国，却压制了自己国家的自由。从那个被长辈忽视、被姑姑欺负的哑巴小女孩，能够与世界强权平等对话的铁腕领袖，从紧急状态的威权统治者，到能够谦卑面对选举失败并重新崛起的政治家，从一位母亲到一国领袖，英迪拉甘地的一生是矛盾与力量的交织，是权力与牺牲的故事。权力能使一个爱国者变得暴君吗？热爱祖国与迫害人民之间有一线之隔吗？这是英迪拉甘地的故事留给我们的深刻思考。
黑白魔女印度甘地，一个用生命权的权利爱国与牺牲的传奇女人。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会简单的将任何人定义为英雄或恶棍。权力的道路上没有纯粹的黑与白，只有无数复杂的灰色地带。而正是在这些灰色地带，我们找到了最真实、最人性也最震撼的传奇。